阴谋翻转似云烟，反咬一口戏更悬。人算不如天妙算，终究报应在眼前。大家好，欢迎收看跨界茶话间，我是阿峰。每次在荧光幕前见到大家，我都觉得像是老朋友间泡壶好茶，聊一场劲爆又过瘾的八点档风暴。不过今天我们这一壶茶有点烫，你以为最狂的复仇戏码是你欺负我，我就还你一巴掌。不，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把亲爸亲妹送进疯人院的狠人，竟然反而活生生的送回去了。到底是谁上演这一出以牙还牙、父女联手大反杀的精彩戏码？我只能说，这个报应来的实在太刚好了。但故事才正要开始。现在我们来说说这出闹剧的起点。到底发生什么事会让一个人狠到连自己的家人都下得毒手？别急，先从那个总是阴沉着脸但手段高超的陈小刚开始说起。陈小刚这号人物原本就是一手遮天的恶人代表，表面正儿八经，实则背地里做尽坏事。最近几集他更是心狠手辣到把自己的老爸陈天虎以及妹妹陈小慧硬生生设计送进了疗养院。表面上是说精神异常需要治疗，实际上这根本就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把障碍清除干净。你说这人是不是连脸皮都不要了？可惜再会演的人遇到更会反击的对手也要翻船。到底是谁替这对可怜的父女伸出了援手，还能一口气把陈小刚打回原形？这出戏的主角可不止一位。就在陈小刚以为一切都稳了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人，打乱了他全盘的计划。这个人就是林福昌，由袁六饰演的老狐狸。他不但机灵，还联合了一位律师，直接在关键时刻现身，将正在拉扯当中的陈天虎从疗养院门口抢救下来。肖志伟这个时候正好奉命行事，要把陈天虎送回去，但林福昌跟律师的突然出现，让场面变得非常尴尬，也非常的刺激。这种场景不输特务片当中的英雄从敌营当中救出人质的紧张程度。重点来了，林福昌只是临时起意，还是早就盘算好这场营救大作战？这背后的故事绝对不单纯。陈天虎重获自由，接下来的行动就更不能小看了。千金难买早知道，这句话在他身上彻底体现。人被关过一次，眼神都不一样。可别忘了，这位陈爸不是什么善男信女，他是那一种杀伐决断的气场，一旦重回江湖，后果谁也挡不住。而且最关键的是，他和女儿陈小慧的重逢，这对父女可不是普通的感人相认，而是一种共同背叛后的战友重逢。从林福昌的安排下，小慧也顺利的出院，两人抱头痛哭，只是表面功夫，实际上他们心思早就在盘算要怎么样。陈小刚也常常当疯子处理的感觉。那么陈小刚有没有觉察到危机将至呢？他会坐以待毙吗？还是会反咬一口，继续操控这场斗争？就让我们把镜头拉得更远一点。说到这一种以疯制疯的套路，华语区八点档可真不少。你还记得《世间情》里面那一段假疯真逃亡的情节吗？主角故意将疯混进疗养院，其实就是为了收集证据反咬对手。还有早期的飞龙在天，主角的家族也被诬陷精神病，差点整个家族人间蒸发。不只是戏剧，现实里也不是没人玩过这种招。历史上面有名的就是清朝的隆科多，他不小心得罪了雍正皇帝，被说精神异常，最后被幽禁到死。甚至在现代，有些商业争产案件也会被精神鉴定来设计对手，让人永远失去话语权。但这样的手法从来都不是长久之计，因为一旦真相曝光，反扑的力度往往比最初的攻击还要猛。
那么陈小刚这一次真的能够逃过报应吗？他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反送进精神病院的人呢？话说回来，剧组这一波父女联手的剧情波折，其实也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你看，这种戏码活脱脱像一个家庭版的间谍战，女儿从里面逃出来，父亲被救出来，两个人像是情报人员一样接头成功，然后联手出击，让曾经伤害他们的人也接受治疗。这种你送我进疯人院，我送你更深层的报复剧目，在观众之间甚至引发热议，这家人怎么都没正常人？下一集会不会整个家族一起住疗养院？连网友都忍不住开玩笑说，干脆整出戏改名叫全家疯。可别以为只是闹剧收场，真正的高潮在这一刻来了。在最新一集当中，陈天虎和陈小慧不但成功翻盘，还掌握了陈小刚当初设局的所有证据。这些证据来自哪里？原来肖志伟这位执行者其实心里面早已经有疑虑，他在执行命令的过程中偷偷录下了对话和现场画面，这些东西成为了决定性关键。林福昌也不是临时起意，他早就布局良久，只等这一幕曝光真相，几方联手直接反将陈小刚一军。最后，这位原本笑里藏刀的大哥，居然也被强制送进疗养院，而且比当初陈天虎被绑去的时候还更惨，因为这一次是实打实的社会隔离，观众都看傻了眼，这结局也太大快人心。你能想象一个设局高手，最后自己也走进自己设计的陷阱吗？其实看完这一段故事，我们不禁要问：人心可以坏到什么地步，才又能坏多久？今天你把别人当成精神病处理，明天就可能轮到自己被粘贴标签。权力和算计永远都不能当饭吃，因为最终会吃回自己身上。古人说得好，阴谋翻转似云烟，反咬一口戏更悬。人算不如天算妙，终究报应在眼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对这一场父女联手大反杀的戏码有什么看法呢？你觉得陈小刚还有没有可能翻身呢？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的想法，也别忘了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若你愿意支持我们的节目，欢迎点击下方的感谢按钮，加入我们跨界茶话间的会员行列，让我们一起用8点档的热血泡出最精彩的茶话。我们下集见，再会啦。